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怎么是这个手势我也不知道。过去10月的时候呢，正当我们板拐板麻将子去庆祝这个万圣节的时候呢，大马伊斯兰发展局 JAKIM 呢，就在他们的 social media 上面提醒国内广大的穆斯林禁止庆祝万圣节。那 JAKIM 呢就在他的贴文当中呢解释，这是因为万圣节中呢有模仿的元素，而在伊斯兰中他们相信如果模仿一个群体的人呢，他们将会被纳入或归入那个群体之中，意思就是说你模仿恶魔，你就会成为恶魔这样子啦。因此呢 JAKIM 就劝诫那一些计划庆祝万圣节的穆斯林不要一意孤行。而唯独有偶明年呢即将上任的第17任国家元首，也就是柔佛苏丹易布拉欣，也在今年2月初呢颁布了一份新的宗教指南。指南里面呢就指出，柔佛州的回教徒不允许出席非回教的宗教庆典仪式，但是呢是可以参加开放日活动的哦，只是呢不能够有违反回教条规的行为，像是穿着类似的这个圣诞老人的服装啦，或者是呢就是放置圣诞树啦，或者是一些节日的装置啦，或者是禁食那些会让人酒醉的饮食and then 包括赌博等等。那就想要问问大家了，每一年的最后1个月，到处都是布满了这一个圣诞装置，还有圣诞歌曲的这个情况之下，你有没有观察到你身边的马来同事或者是朋友，到底他们是怎样自处的？他们有在庆祝圣诞节吗？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观察。我就想说毕竟呢，圣诞节刚好是落在年尾嘛，又有送礼物的这个仪式所以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对过去的1年被照顾的一些朋友同事等等来表达谢意，或者是祝福新的1年的来临。就算是我这个非基督徒呢，都很喜欢这个节日的。那到底呢，在穆斯林的眼里这样子的节日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存在呢？今天哈拉德就带你一起去了解咯。柔佛苏丹易布拉欣呢就在脸书贴文中指出伊斯兰教4大流派的学者都一致认为，穆斯林出席非伊斯兰宗教节日仪式呢是非法和禁止的。除了是在宗教场所之外呢，在其他的地点所进行的宗教仪式也包含在内哦。那陛下呢就嘱咐柔佛回教徒要遵从圣洁和真正的教义，要远离偏离回教教义或有所矛盾的那些信仰。他认为呢，这一份新的指南和倡导宽容、团结和理解跨宗教价值的柔佛民族概念并没有任何的冲突。当然，有一些民众认为呢，这个其实是能够给回教徒呢立下规范。不过，也有人担心其实这会削弱了各族之间的相互信任。因为其实在每一年的圣诞节的时候呢，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呢都有在为到底我可不可以祝贺我的基督教的朋友们圣诞节快乐这件事情呢吵来吵去的。那你不要惊讶哦，圣诞节快乐对我们来讲不就过是一句话吧，讲一句Merry Christmas 有什么关系，有什么问题，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状况呢，在穆斯林世界里面呢，可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情况不单单只是出现在马来西亚而已哦，而是整个穆斯林世界呢，都有面对着这样的争议。根据马来西亚宗教学者万吉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世世代代以来，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宗教师发出教令，都是指祝贺圣诞节是非法的。而部分的宗教师呢，甚至认为这可能会动摇穆斯林的信仰，会使他们脱离伊斯兰。会出现这样子的论战呢，是因为古兰经和圣训当中呢没有明确的明文规定，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这个穆斯林学者呢会根据各自的观点还有他自己的意见呢下定论。反对者呢甚至会引经据典表示前人呢曾经有要求过穆斯林避开阿拉迪人的庆典，又或者是祝贺基督徒呢就是意味着间接承认了相对于伊斯兰教，基督教才是真理这件事。然而呢，近年来其实有不少的穆斯林学者呢，因为全球化的这个影响啦，或者是呢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良好，而开始呢采取不一样的这个立场。除了马来西亚全国伊斯兰裁决理事会、埃及伊斯兰裁决理事会都发出教令，允许穆斯林呢向基督徒祝贺圣诞节快乐。他们认为呢，伊斯兰呢是一个呼吁人们跨越宗教和国家界限，而且要互相尊重的宗教。可兰经中呢也指出，如果有人呢以祝词来祝福你们的时候呢，你们应当以更好的贺词来祝福他们，或者是以同样的贺词回复他们。那学者们呢也引用经文说阿拉从来
没有禁止穆斯林对于不攻击伊斯兰教的这一些非穆斯林表达友善和公平，所以呢，这也会导致学者们目前也是分两派。一派呢是生活在很 pure 的穆斯林为主的这个圈子的伊斯兰学者呢，他们就比较倾向于禁止穆斯林祝贺基督教徒圣诞节快乐。相反的，另一派呢受到全球化影响，或者是跟非穆斯林有比较多的交往啊和友好关系的伊斯兰学者呢，他们的立场则是不阻止。但实际上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又是如何呢？2020年的时候呢，就曾经有一名蛋糕业者，他拒绝顾客的要求，在蛋糕上面写下"圣诞快乐"的字眼，理由是呢，他的蛋糕店正在向伊斯兰发展局申请着清真认证，也就是哈拉色拉。当时的 Jackie 呢就指出产品上可以有节庆的祝贺语，只是呢不能够在清真认证店或者是有清真标志的产品上陈列。另外呢，也发生过一件事情本地著名的马来艺人阿瓦阿沙瑞呢，就曾经在他的 social media 上面上传了2张的全家福，照片当中呢是他跟他的妻子还有可爱的女儿呢，身穿着睡衣的套装，并且呢戴着圣诞帽子，坐在圣诞树前面合照。那这样子的一个全家福呢，一般人看起来都会觉得说，好温馨啊，好开心啊。但是呢，就有部分的网友呢，则表示出非常非常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圣诞节是宗教节日，身为穆斯林的这一家呢是不适合庆祝的，应该要避免，不然呢就被视为是叛教。那由于这起事件呢，也引来了高度的讨论了，就是 viral 啦。阿瓦阿沙瑞呢，后续他有解释到，其实呢，他是因为受到朋友的邀请去对方的家聚会，因为呢这个朋友不是穆斯林，所以呢对方的家中呢才会有这个圣诞树的摆设以及佳节的装饰品。照片呢就是在他朋友家拍的。而这个阿瓦阿沙瑞呢也讲在每一年的开斋节呢，他也会邀请他身边的一些非穆斯林的朋友到他家里面一起去庆祝。而这些朋友呢，可能是华人印度人或者是基督徒啦，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种族，大家呢都会为了尊重场合，也会身穿巴朱可巴亚或者是马来的传统服装来聚会的，来一起享用马来餐点，去聚吹吹水。所以呢，阿瓦阿沙瑞就认为如果我们换位思考，这些朋友回家之后，他们还是一样保持着他们个别的宗教并没有因为来到自己的家就变成了这个伊斯兰教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强调当其他宗教的人都尊重穆斯林文化，并且顾及穆斯林的感受的时候，那我们穆斯林本身呢，是不是也应该要学习融入不同的群体，和其他的人呢和平相处，以体现我们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可贵呢？不知道网民们听不听劝呢？其实呢，如果看东南亚的话呢，我们马来西亚呢，其实并不是第一个为了圣诞节而引起热烈讨论，甚至有人争吵的国家。像是汶莱呢，就有65%的人口呢是穆斯林。从2015年开始他们就正式禁止公开庆祝圣诞节甚至呢会对庆祝圣诞节的人呢罚款，或者是面临牢狱之灾。根据当地的法律汶莱呢禁止穿戴圣诞服饰或者是点圣诞蜡烛吟唱圣诞歌曲啦，以及摆放圣诞树等等的装饰品。任何呢庆祝圣诞节的这个行为呢，都可以被判处5年监禁，甚至呢还会被罚2万美元。2万美元现在已经是大概8万 ringgit 啦。但是呢，汶莱的全国人口当中，其实还有剩下10%的基督徒，那他们要怎么办呢？其实要过圣诞节呢，也不是不可以的，只是需要先经过政府申请批准，才能够在自己的社区呢来庆祝圣诞节，举办这些跟圣诞相关的活动。那当然，这一些聚会呢是绝对不可以邀请穆斯林朋友来参与的哦。焦点转向印尼。当地呢就曾经发生过有烘焙店呢发出公告，不会在蛋糕写上圣诞祝福语或和情人节或者是旧历新年相关的祝福，而引起了广大的讨论。当地的某购物中心呢，也就建议设立摊位的时候，千万要避免这个圣诞的装饰，也不要让你的员工呢穿着圣诞老公公的装扮，主要呢就是为了要避免引起伊斯兰强硬派的不满。印尼伊斯兰学者理事会 MUI 就曾经发布过教令，禁止穆斯林呢穿戴这个圣诞服装啦、摆设装饰啦，不能够敬拜耶稣，也不能够参加圣诞仪式。但是呢，其实其中并没有禁止穆斯林说圣诞快乐。MUI 要求任何呢圣诞节庆祝呢都要低调进行，例如呢圣诞祝福的蛋糕呢不要放在店里面展示啦，商场里面呢要减少圣诞装饰，以避免呢扰乱大多数印尼人的情感。
好了，现在呢也看了我们自己，也看了这一个邻国，再看看回马来西亚哦。我们其实呢是在一个多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里面的，如何让秉持着不同信仰和原则的人和谐共处，本来就是一门呢非常深厚的学问。这也是呢我们哈莱德呢一直以来呢想要传达的信念、理解和沟通。虽然呢，大马人民啊，就是庆祝圣诞节呢，普遍上都是因为它的文化或者是节日的氛围，但是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呢，则还是有可能会引起剧烈的这个争议的哦。特别是我们需要理解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呢，仍然是存在着这个紧张的关系的。那么国内的伊斯兰领袖呢，针对这件事情呢，也抱持着不一样的态度。像是伊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达基尤丁常常就无视警告，在 Facebook 上面向大马基督徒献上祝福。他表示，这是所有宗教传递的价值。他也希望呢，信徒们能够继续的维护和实践价值观，在我们马来西亚这片国土上创造一个宽容和团结的社会。其实呢，不管是圣诞节还是万圣节，还是其他的节日，我们不单只呢是要去了解它的缘由，更应该要将它当成是一个跨越宗教、了解彼此的最佳时刻。不知道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有没有让你长知识了呢？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呢跟圣诞节相关的这些议题啊、知识型内容呢，欢迎呢点击我们的频道去查询我们最近刚刚呢播出的这一个圣诞节不是圣诞日。什么意思？为什么圣诞节不是圣诞日？大概就是讲说圣诞节其实不是耶稣的生日，为什么的 ？OK， 你去点我们的影片来看就知道了。而下一集呢，我们就会继续聊啊，延伸课题。你知不知道我们马来西亚有很顶的天主教堂啊？我们下个礼拜跟你讲。荧光笔工作室呢是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 update 影片的啦哈，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找我们，或者是到这些频道搜寻我们。然后呢，如果你喜欢或者是觉得我们非常勇气可嘉，注入这么多的资源，就只是想要做出跟马来西亚相关的这一个知识型影片。如果你想要 support 我们的话呢，其实每一个月只要1杯 Americano 的钱呢，就可以 support 我们了。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荧光笔制作出更多，我不敢讲最棒啦，就是我们努力做出比较好的那个内容啦。希望你可以支持我们咯。好，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我是莹莹，拜。